这个世界上99%的商品价值都是衰减的。比如你今天买的面包，过几天就不能吃了；你买了一辆车，也许5年之后就贬值到了现价的1半。就算你在城市核心地带买的房子，20年以后，随着政策重心的倾斜，城市规划发生变化，也可能从繁华变为无人问津。但是黄金是增值的，黄金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任何修缮和维护资金，不用考虑折旧，现金流支出极少，但几乎永续增值的资产。从古埃及法老到现代各国央行，黄金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它跨越民族、跨越文化、跨越地域的界限，被绝大多数文明所接受，是当之无愧的全球资产之王。最近几年，黄金更是成为全民热捧的对象。10年前你买一克黄金只需要200块钱出头，而今年你买一克黄金需要800多块钱。为什么黄金会成为世界的通用货币？金价为什么涨个不停？美元、利率、地缘政治又是如何影响金价？ Hello， 大家好，我是摸鱼。本期视频我准备用最简单的人话，让你一口气搞懂黄金。在视频的前2部分，我会用简单的小故事帮你深刻理解黄金与货币和信用的关系。在后2部分，我会为你搭建黄金的分析框架，并搞懂本轮金价为何上涨。这保证是一篇满满的干货。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请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摸鱼，谢谢了。6000年前，古埃及法老把黄金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在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就已经成为我国的通行货币。欧洲在古罗马时期开始使用金币，并且在中世纪普及。虽然全世界各国的人们语言不通，但是黄金是相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人类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用黄金作为货币呢？我们不妨带入人类社会最初的视角去看一看。在原始社会，人们最早是用贝壳来作为货币的。但是你想啊，贝壳这个东西它并不稀缺，它的获取成本太低了。如果你辛辛苦苦的种菜，冒着风险去打猎，结果你的邻居去海边溜达了一圈，就捡了一堆贝壳来找你交换，那你愿意吗？这不就糊弄人吗？所以久而久之啊，大家就不干了。贝壳是很难作为信用凭证的。同样，凡是获取难度低、仿制成本低的东西，像钢铁、煤炭、铜、铝这些储量丰富的东西啊，它们都难以作为天然的货币。而黄金不一样，如果把全人类有史以来开采的所有黄金融成一个立方体，它的边长也只有21米，差不多就是一个标准游泳池那么大。黄金储量稀少，无法被人为大量制造，在开采水平没有太多变化的时代，一个地区的黄金数量往往是有限且稳定的，这就保证了它价值的稳定性，所以大伙儿都信黄金。同时，黄金独特的物理属性也天然适合成为价值的载体。几千年前的铜和铁很难有保存到现在的，它们往往都锈成渣了。博物馆里面存放的铜器和铁器需要专门养护，银器也会因为氧化硫化而逐渐变黑，而黄金几乎不会生锈变质，它拥有极高的化学稳定性，哪怕是几千年前的金币，到现在依然可以闪闪发光。黄金密度高，手感沉，颜色独特，易于识别，很难被伪造，而且它质地柔软，很容易分割和铸造，可以被熔铸成不同大小和重量的金币、金条，便于携带和交易。所以这玩意儿是天生的货币，它就适合拿来作为交易的信物。那有的朋友就会疑惑了，既然黄金这么好，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没有用黄金来作为货币呢？这其实也是因为黄金的稀缺性和物理属性导致的。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来看，黄金几乎是永续增值的，因为我们把黄金作为货币，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买到全社会所有的商品，所以黄金的总量要等于全社会所有商品的价值，二者的比例是1比1。但是社会生产力是会发展的，随着商品数量变多，黄金和商品的比例逐渐变成了1比2、1比3。以前一块黄金可以买到一头牛，而现在可以买到一片牧场。所以理论上，只要人类社会生产力在发展，黄金的长期价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这样呢，就会有个麻烦，黄金的价值密度太高了，很不方便交易。比如说我要去买一瓶矿泉水，难道抠出指甲缝这么一点黄金去交易吗？这也太麻烦了，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想想办法，怎么把一块黄金的价值给它拆成很多份呢？比如发行纸币，英国就是这么干的。过去几百年，英国一直是以黄金作为本位货币，而同时呢，他们也基于黄金来发行纸币。比如说当时1英镑的金币含金量约为7.32克，而1英镑的纸币与金币在法律上完全等值，任何人都可以拿着纸币到银行兑换等额的黄金。纸币的面额更加灵活，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这样就把高价值密度的黄金给它拆分得更细了，日常结算效率大大提升，而且纸币携带也更方便。当然啊，这个纸呢也不是乱印的，英国央行严控纸币发行量，保证它和黄金的储备量是一致的，有政府的公信力做保证，方便好用的纸币很快就成为了社会主流。到1900年，英国流通货币中纸币占比 65%， 金币占 35%，纸币已经成为了主流。这套做法看起来很完美啊，解决了黄金不方便的问题。在过去100多年时间啊，全世界各个国家效仿英国，都推行金本位。然而
金本位体系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推行不下去了，甚至成为了社会经济萧条的原罪。问题出在哪儿呢？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说的吗？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长，但是黄金数量是不变的。18世纪到19世纪正是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生产力大爆发，商品数量剧增。一开始整个社会的黄金、英镑商品价值比例应该是1比1比1，但是逐渐的这个比例变成了1比1比2、1比1比3。黄金和英镑的数量不变，商品的价格就越来越低。你可能会想物价越来越低，手里面的钱不断升值，这不好事吗？但是大家可能也听过另一个词，叫做通货紧缩。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面包店的老板，去年我生产了100万个面包，卖了100万块钱，但是由于物价的下跌，今年我还是生产100万个面包，但是却只卖了50万块钱，而且我还有一帮员工要养。我在高物价的时候花钱投资了设备，现在全部都贬值了，我直接就亏麻了。整个社会都在亏，没有企业愿意扩张投资，他们只想裁员降薪，而工人的收入下降就会减少消费，这消费一差，企业的产品就卖得更不好了，他就更得裁员，就这样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这就导致了萧条。人们逐渐发现货币的总量是不能锁死不变的，它应该跟社会的生产力同步增长，或者说货币流通量需要和社会上的商品流通量相匹配，这样才能保持物价稳定，经济健康运行。而黄金的物理稀缺性无法再适应这个生产力大爆发的时代，必然导致通缩。所以现代社会我们更多采用的是信用货币体系，由政府信用作为背书，国家来发行货币，并且时不时进行一下宏观调控，让货币数量和经济的增长相匹配。顺便一提本期视频的重点是帮助大家快速搞懂黄金的底层逻辑，所以墨鱼在这里对金本位的故事进行了简化。大家如果对货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的印钞如何收割社会和一口气看到美元霸权这2期视频，相信一定会收获满满的。有了刚才对黄金的了解以后，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搭建黄金的分析框架了。我将用最简单的人话，手把手教你如何分析金价。影响黄金涨跌的因素主要有4点：美元、利率、避险需求和黄金开采成本。我们来挨着讲。首先第一个影响因素，美元。有的同学听了刚才金本位的故事以后可能就会问，黄金失去了原有的货币地位，那不就只能当一张工业金属或者装饰品了吗？是不是就变得没那么有价值了呢？当然不是，或者说恰恰相反，在现在这个信用货币的时代，黄金反而更加稀缺，因为黄金拥有无与伦比的信用，它不依赖于任何国家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承诺，它自身就是衡量信用的一把尺子。某些政府可能会违背信用，不遵守游戏规则，但黄金就是黄金。当政府肆无忌惮的印钞，货币贬值，人们就会拥抱黄金。反之，如果政策收紧，货币升值，人们又会持有货币。黄金和货币就像站在天平的两端，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信用体系建立，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近60%， 60%的贸易结算都会使用美元。美元取代了黄金，成为了新的世界货币。我们把美元指数和金价放在一起对比，这个蓝色的线是美元指数，红色的线是伦敦金价。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部分时间都是负相关的。美元信用出了问题，黄金会涨；美元贬值，黄金也会涨。历史上比较经典的黄金流是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的信用受损，全球各国央行拥抱黄金，带动金价从60美元每盎司飙升到了160美元每盎司。2001年到2008年，美元持续走弱，并且在后续几年一直低位震荡，而黄金则从260美元每盎司一路飙升到了1800美元每盎司。所以大多数时候如果美联储降息或者实行量化宽松导致美元走弱说大白话就是美国疯狂印钞，那我们就知道黄金大概率是要上涨的。不过有的时候美元并不是影响黄金的唯一因素，历史上也存在美元大幅贬值，但是黄金却没怎么升值的时候。比如1985年到1988年，美元指数暴跌几乎腰斩，但是黄金的涨幅是远不及美元的跌幅的，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就要提到影响金价的第二个因素，利率。这是80年代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最高的时候接近 19%， 最低的时候都有 7%。 当时为了抑制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胀，美联储暴力加息，所以美国处在一个非常丧心病狂的利率水平。你只要把钱存在银行，每年的利息超过 7%， 如果你购买的是长期国债，那收益率更是轻轻松松超过 10%。 其实呢，人们并不是单纯的在美元和黄金之间做抉择，人们追求的是在风险够低的情况下尽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所以在失去货币地位以后，黄金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资产，所以它要和股票、债券、外汇、房地产等等资产同台竞技，共同比拼风险和收益率。黄金这种资产只有基于信用的内在价值，但是它是不会产生现金流的。它不像我们把钱存在银行可以得到利息，
也不像我们把房子租出去可以收房租，黄金就只是黄金。所以当其他资产的收益率足够高的时候，黄金相对来说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美国国债被视为全世界违约风险最低的证券，所以当利率比较高的时候，人们就更倾向于买美债。黄金和利率或者美债收益率往往是负相关的。如果有比较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小伙伴可能会说，这个9月18号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为什么黄金当天反而大跌了呢？是不是我说这个逻辑不对啊？其实不然，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市场就已经在预期美联储要降息了，这个事情早已被市场充分消化，所以黄金已经提前涨了半年了，在短期内甚至有点过热。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美国接下来为了应对经济压力，才刚刚进入降息周期。目前联邦利率在 4.33%， 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 4.92% 的高位，而且不只是美国，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都在进入降息周期，也许黄金的强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除了美元和利率这两种最常规的分析手段，影响金价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避险需求。每当发生黑天鹅事件或者出现地缘政治风险，黄金就会成为人们追捧的资产。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发生战争或者自然灾害，那么其他资产可能都不安全了，这个时候呢，只有黄金的价值是稳定的。不过这种影响往往是短期的，来得快去得也快。比如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几天内，黄金价格迅速飙升，但是在随后的1个多月内又逐渐回落了。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此时美国处于加息周期，美元指数还在强势上涨，但黄金没有跌，而是也同步上涨，这其实呢就是避险需求推动的。不过在2个月以后，黄金还是走出了和美元负相关的走势。另外像巴以冲突、印巴冲突等等都可能导致黄金短期上涨，但是呢这些事情往往很快就被市场消化了，而冲突的结束也不一定会对金价造成利空。除了这些主要因素以外长期影响金价还有一个隐性的因素，就是开采成本。全球已探明的黄金储量约为21.2万吨，其中有近2/3是1950年以后开采的。最近10几年，世界黄金的供应量基本稳定，增量很少，因为目前地表大多数的金矿都已经开采完毕了，高品位的矿脉逐渐枯竭，开采成本逼近1500美元每盎司，快占到目前金价的一半了。成本越来越高，那么金价自然也要水涨船高。至此呢，我们来给黄金的分析框架做一个小结。影响金价主要有4大因素：美元、利率、避险需求和开采成本。美元和黄金负相关，美元信用出了问题，人们就拥抱黄金；美元贬值，人们也会拥抱黄金。利率也和黄金负相关，这是黄金作为资产与长期国债等等资产之间的收益率较量。避险需求会在短期内推升金价，但是通常不会持续太久，而开采成本越来越高，为黄金长期价格中枢上移奠定了基础。最近10年，黄金的走势尤为迅猛，从200元每克出头一路飙涨到了840元每克，尤其是在2019年开始，黄金的涨势陡然增加。那么本轮黄金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呢？央行是本轮黄金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黄金主要有4大需求，分别是珠宝、科技、投资和央行储备。2022年以来，央行储备需求的占比大幅提升，全球央行储备资产中，黄金的份额在短短几年内从 10% 迅速提高到 25%。 尤其是我们国家，从2022年11月开始，中国央行开始连续购买黄金，差不多占到全球央行净买入量的 60%。 那有的同学会问这个央行购金好像跟我们前面讲的那4点分析框架没什么关系其实是有的，这就是影响黄金的第一个因素，美元。当美元的信用下降，黄金就成为了世界的选择。在过去10年，美国开启超级印钞机模式，美债规模从2013年的16万亿增长到了2025年的36万亿美元，足足翻了1倍多。这10年的债务规模比前面80年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的财政纪律和货币纪律已经严重失衡，如果美国无法偿还债务，信用破裂，那么全世界就会抛弃美元，拥抱黄金。而为了偿还债务，美国后面势必是要印钞还钱的，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元还会持续贬值，那人们还是会拥抱黄金。同时，特朗普向全球加征关税，全球的贸易变得多极化，地缘政治越来越频繁，这让各国逐渐想摆脱美元的依赖，建立更高的抗风险能力。所以多国央行购买黄金，这其实是一种去美元化的战略储备，它的背后是美元全球信用体系的瓦解。我们最近时不时听到人们说黄金又创新高了，黄金什么时候见顶它还能走多远呢？现在上车会不会太高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如果你要看空黄金，大约需要达成这么几个条件：第一，美债危机破除，美元再次获得全球信任；第二，全球贸易不再多极化，结束脱钩，大家和平发育；第三，美联储加息让美元走强；第四，世界和平，地缘冲突大幅减少；第五，黄金开采成本下降。如果你觉得上面至少有2条能满足，就可以试着看空黄金。那大家觉得上面这些条件达成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想必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不过莫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金价的短期波动较大，
对于普通人来说择时有难度，而长期来看，对于黄金的理解取决于对全球地缘局势、货币信用以及贸易等等趋势的判断。本期视频只分享知识，不做投资建议。木鱼时常在想，也许在数亿年以后，人类文明不存在了，地球诞生了新的物种，黄金是不是还会成为硬通货？因为只要有文明的地方就需要信用，而黄金是这个地球上天然的信用载体，而只要社会生产力在增加，黄金就可以永续增值。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木鱼。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886。